观察观察他，看看到时候怎么推动一下。魏楚啊，这会儿过得开心一点啊。今天挺开心的。我其实不是故意的，什么？蛋糕的事儿。你那么大老远来，又带了我爱吃蛋糕，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我说的是中学那次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天其实我一大早上就把蛋糕已经带到学校了，但是没机会给你们，我就把它放到书桌里面。没成想这一天下来招了这么多蚂蚁。可是你为什么愚人节的时候要送我蛋糕？我真的以为你是故意要整我，我还在想，为什么会是你？你那时候跑出去，咱同学都说我厉害，敢惹程璐嘛。我有那么厉害吗？你知道我跑哪儿去了吗？卫生间，我把手整整洗了10分钟。多长时间？10分钟。对啊，你浪费了很多水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2条胳膊全是麻的。这不是给你留的记忆挺深刻的吗？嗯，是挺深刻的。那时候小嘛，不是很懂事儿。是啊，但是现在知道了，感情的事儿呢，不能拿来开玩笑的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不是愚人节，所以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好啦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不记仇的。你刚刚不是问我为什么一定是愚人节那天吗？其实那天我想向你表白，我想成了就成了，不成的话，可以拿愚人节开玩笑当做借口，那样不会没面子吗？只不过阴差阳错的，我和你错过了这么多年。我现在不想再等了，不想再错了，更不想再错过很多年。所以，请你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。程璐，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对不起，这太突然了。Happy birthday！ 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很想赢，想证明自己就是芸芸众生中最特别的那一个。而现在，我们再也不是充满冒险精神、翻越艰难险阻、越挫越勇的少年了。不想要波澜壮阔，不想要跌宕起伏，学会了及时止损，静静等待命运的宰割。在这个夜晚，谁都不知道，明天和意外，哪一个会先来？你胖成什么样？我带你一起胖啊！喂，林总。冯总。坐吧。我以为凭着我们团队的专业度，拿下邢总怎么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可
更何况我还派出了2位最出色的员工，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冯总，我只想知道保密材料是怎么流出去的。保密材料是怎么流出去的，我也不知晓。我能保证的是，我从来没有和对手公司进行过接触。那现在邢总那边是什么情况？冯总已经以公司的名义正式向客户道歉了，但是邢总依然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。公司内部也会对这件事情正式开展调查，特别是这件事情的相关人员。冯总，你不相信我？田律师，你别误会，公司没有针对任何人。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所有人都有嫌疑。我会配合公司的调查的，但是资料泄露的事情不是我做的。同样的话，徐海峰也说过。我会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我等着你的证明。另外，你手头的工作暂时移交一下吧，小白你负责一下。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这次公司那个资料泄露的事儿，不就是他那个上司田雷干的吗？徐海峰吧？田雷，我听他们说是田雷，他俩一起弄的吧？公司算是吧？公司算是。说够了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背后说田雷姐什么坏话。上次你那个案子没做好，谁帮你擦屁股善后的？还有你。我好像每天都能听到你在这里聊八卦。我昨天让你给我的资料呢？是他厉害，那客户资料不还是被他泄露的？那也不是田雷姐呀。公司还在调查这个事情，你凭什么就说是田雷？得了吧，公司就2个人拿着资料，不是他，那就是徐海峰喽。那你凭什么说是田雷姐呢？当然也不会是徐海峰。你怎么知道 ？Kevin 离开正伦的时候，咱们公司谁帮过他？除了徐律师，请他吃饭，还给他介绍工作，你觉得会是他干的吗？这个事儿你们别出去乱说啊！我也是听他们打电话知道的。放心，不说，不是。田雷姐，谢谢。需要复印的资料吗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我刚才不是说去给你接水吗？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我又听见他们在那儿说你跟徐海峰的坏话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就跟他们顶了2句。最近工作很闲吗？有时间在茶水间跟别人斗嘴？不用跟他们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没有做，我问心无愧。况且冯总也说了，要在公司开启内部自查流程，真相总会有大白那一天的。自查？每个人都得查呀？当然，所有跟这个项目接触过的人都要查。泄露了客户的资料可不是小事儿哦。但是这个案子邢总现在都不调查了呀。邢总不追究，并不代表没有犯法。你是律师，知道商业罪案该怎么判吧？那公司准备怎么查呀？估计就是 OA 办公系统和聊天记录什么的。其实主要就是查我和徐海峰。哎，说到徐海峰，我还刚想跟你说个事儿呢。咱们公司现在传得很厉害，说他也跳槽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净在说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？不是子虚乌有，有人看到他单独去找邢总，而且还在商业聚会上总碰见他。我先不说了，我把资料拿过来。是呀，有个忙，我希望你能够再帮我一次。公司名下的花雅整形诊所出了医疗事故，
有个患者几年前在我们这边植入的硅胶，在体内病变了，引起了并发症。他不但告了公司，还联系了好多家媒体，但苦于现在证据不足，还没人肯报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公司在风口浪尖上，如果现在贸然出面，只会给媒体攻击我们的口实。所以我想，你代表公司，以私人的名义，去跟患者接触一下，聊聊赔偿的事情。行，那我去跟他们联系一下，我试试看。好。哦，还有，这件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我想你能保密的，包括周晨宇。其实今天我过来也是有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。对，张总，我们这个项目现在不是我们这个项目真的非常，你要不是你考虑一下，张总，喂。合作平台找的怎么样了？我有个朋友，他认识冰糖游戏的老总，要不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？什么朋友？我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？就是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，这2天突然提起他有这方面的资源。林仲信啊，不是说不再跟他有联系了吗？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一码归一码，我保证在生意上，林总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。丁诗雅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我就是不想再让你没有任何联系了，不管是公还是是私，我甚至都不想让你再多跟他说一句话。我就算再没有办法，我也不至于让他过来帮我想办法呀。周晨宇，你现在做的这摊事业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也是股东之一。你能不能在回绝我的时候用脑子好好想一想？那我也麻烦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，你去过去找他帮忙的时候，考虑考虑我的感受。你是认为我不行吗？我没有。那是认为我没有他，我就什么都做不了？我只是觉得多一条路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我就算再没有路，我也不会选择他那条路的。是，你家有钱，你是周家的独苗，你创业失败了，你可以回家，或者是几年以后再投一个项目。可是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有失败一次的机会吗？你去见一面，如果不行的话就不合作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又不损失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升级。你迟到了。今天来你这儿，我是为了诗雅来的。他说我这是个好项目，应该让更多的投资人看一看。你的那些朋友投不投，我根本就不 care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来这儿不是求你的。如果你的项目真的够好，就不会到现在还没人投了。林总，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吗？我不但不懂电竞，而且在我眼里，你也不是个优秀的创业者。要不是因为诗雅，你的项目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但既然我答应了诗雅，我就会依照约定，把你的项目计划书发给冰糖游戏的王总。他私下告诉我了，你们的项目值得投，他也做了评估，目前你们的报价合理，所以才找你过来。你们的项目有竞争优势，
但是内测出了点问题，导致大家都在观望。但既然如此，有实力的投资者就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废话不用那么多，投不投，你给我一句准话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情你是为了讨好丁诗雅，那我觉得没必要。在商言商，就算我想讨诗雅的欢心，这王总不见得是为了她吧？哎，你到底对自己在干的事有没有信心啊？你想别人看得起你，首先，你得看得起自己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要追加300万投资。啊？对赌协议加注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完成业绩。你先看一看，看完了之后，你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其实，你还挺让我意外的。我以为，你这次来找我是……你以为我死要面子，死也不会接受你那些朋友的钱？很好。想要创业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下不值钱的自尊心。我很高兴你想清楚了这点。但至于你的投资报告，冰糖游戏的王总已经到了，接下来我希望你亲自跟他介绍。预祝二位合作愉快。谢谢。妈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箱子多不多？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吧。妈就一个箱子，不用费劲了啊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妈妈是到家里住呢，还是在外边住？你想什么呢？你的房间依然给你留着。哟，妈妈都走了大半年了，你这感情生活一点都没进展呢。也不是完全没有吧。说吧，妈帮你拿拿主意。我的那个大学同学李卫浩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这周末要约我吃饭。哦，是不是那个话剧社长得特漂亮那个？哎呦，当年你还暗恋人家呢，现在请你吃饭了，那是好事儿。是啊，我之前是暗恋过他，可是后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们俩也没能在一块儿。现在他突然约我吃饭，我还真的有点尴尬。哎呀，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说实话，其实他这次约我吃饭，我没有以前那么激动，那么期望了。可能是他刚跟他女朋友分手，就想跟我开始。我总觉得自己像他第二志愿一样。哦，那你觉得我跟吴叔叔，他是不是我的第二志愿呀？哎呀妈！所以呀，吃顿饭而已，放心去吧啊。等妈妈回来帮你看看，如果这小子敢把你当第二志愿，看我不替你打他一顿，出出气，好不好？行了，等你回来以后，我们再细聊吧。一路平安。好嘞，好嘞，等着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啊，我晚上有演出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丁诗雅最近特别忙，田雷也没空搭理我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说，
要不然会憋出内伤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有些话你等一等，忍过以后，可能就会发现完全没有讲出来的必要。李威浩要找我约会。啊，那就去啊，这是好事儿。你不是一直盼着吗？哪有那么多好事儿落在我头上啊？我原来觉得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糖果，可后来我才发现，这盒巧克力糖果唯一带给我的只有长胖。那就不去。你怎么这么敷衍我啊？那你来找我，不就是为了和李维浩在一起，让我给你多支2招吗？就像你说的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知道自己要干嘛。知道自己要干嘛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求点赞？我就想跟你一起吃个饭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说过了，我晚上有演出。最近忙吗？不太忙，所以有时间才中午请你吃个饭。听说嫂子的手术做完了？哎，在医院排了好几个月的队，总算是轮上了。这么巧啊！我听说这个手术费可挺贵的，你之前一直没有凑够。是，刚好有几个以前的朋友让我接了一单私活，算是赚了点钱，手里宽裕多了。啊，是朋友还是同行？邢总的事我听说了，怀疑我。我记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过，凡事要看本质，谁受益最大，嫌疑越大。所以你觉得我的手术费是卖了你的资料换的？要不是那天我从洗手间出来，亲眼看到你动了我的资料，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跟你有关系。我很高兴，我说的话你还记得。但这件事情的受益人不止我一个。按照老冯的风格，他不会让一个人负责这个案子。你搭档谁啊？这次？我建议你好好想一想，除了你自己，还有谁看过这份资料？说好的一起看电影，你怎么没来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我刚才在跟凯文吃饭，忘了看手机了，对不起。没想到你跟离职的同事还保持着这么亲密的接触啊！吃顿饭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听说他最近得到一大笔钱，给太太做了手术，而且还换了病房。这个圈子就是小啊，别人干点什么，不一会儿所有人都知道了。他的事情我不关心，我认为你应该跟他保持距离。这事他跟我说了，这钱啊，是他干私活挣的。公司资料刚丢，他就得到一大笔钱，这能不让人胡思乱想吗？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保持距离，免得招惹是非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跟他接触，所以这些资料有可能是从我这儿泄露的？你是没有听到今天公司的人说的话有多难听啊！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只想知道你怎么想。我只知道这个资料只有我们2人看过，我是没有泄露的。所
所以呢？反正公司已经启动了内部调查，我们俩说自己是无辜的都没有意义，你懂的。所以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你也不会相信了。我还听说你最近频繁地参加同业饭局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事情已经搞成这样了，我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想一走了之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没有完结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，省得让你们以为我是畏罪潜逃。我没有定你的罪。你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我想今天晚上你也没有心情陪我看电影了。晚安。急了。对，行，谢谢啊，师傅。那个，您帮我一起把这东西搬进去吧。这物流只能搬到这了，搬进去得加钱，上面有收费标准。这么贵啊？都一样的，统一标价。行，没事，那我们自己搬啊。哎，别呀！这才几百块钱，你让人家搬呀？几百块钱你给我啊？得，谢谢啊，辛苦了，师傅。哎，愣着干嘛呢？动啊！你真准备给我几百块钱让我自己搬啊？快点！我外套很贵的。大哥，咱俩现在是创业呢，能省点是点的，行不行？快点！周振宇，你从创业开始你就变了个人啊！你把原来那个周振宇还给我。还给你个什么？还给你？你快点！那么多废话呢。好嘞。哎，我说，要是让别人知道我们堂堂两个富二代为了省几百块钱，啊，就自己搬货，你要不要见人了？见什么人？哎呦！我这现在啊，就想起来我刚认识丁诗雅那时候。那时候她就自己搬货，那时候我还笑话她呢。我说你年纪轻轻一小姑娘，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为了省几百块钱就干这脏活累活干嘛呀？她就跟我说，自己挣钱啊不容易，能省点就是点吧。这不现在自己轮上了，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，省这几百块钱不容易。干吧。孩子，咱们要赚多少钱才可以不用自己搬货？